这是全新的 Ferrari Dodici Cilindri，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 12 cylinder 12气缸，所以它就是 X12 Superfast 的继承车款。那从外观造型上，你可能会发现到它跟那个时候从 F12 到 X12 的时候，那看起来像是一个大改款。那现在这个就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因为当2017年 X12 Superfast 在亮相的时候，它是当时候动力最强劲的 Ferrari 量产车。可是来到2024年，这个 Dodici Cilindri 它已经不是 most powerful Ferrari， 因为它这个地位已经被 SF90 Stradale 那个 4.0L VX Twin Turbo 的超级 Ferrari 给取代，所以现在它的定位呢，就要让它看起来更加的 timeless， 更加的融合了复古又有一点 futuristic 这种科幻小说的造型。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条黑色的边。黑边这个是不能够改变的，它就一定不管车子是红色是黄色什么颜色，这个东西就是借鉴了1970年代那个时候的 Ferrari 365 GTB4。从这个角度就能够非常好的欣赏到 Dodici Cilindri 的肌肉感。那它的轴距呢，就从2720mm 缩短了20个mm， 车身稍微短一点点，然后反而保留了这种 long bonnet， 让到它的这个车头看起来更加的长，也就遵循了 Ferrari 的古早味，就是以前的那一种 V12 的前置引擎跑车。然后它同样是基于这一个铝合金平台，而不是 Carbon Fiber 平台打造。轮胎从20寸加大到21寸，原配 Michelin Pilot Sport S5 轮胎或 Goodyear 一个 F1 Super Sport。那这两款轮胎都在增强抓地力的基础上，降低了 10% 的滚动阻力。轮胎加大1寸，在视觉上让轴距看起来更加的短，也间接缩短了 5% 的 Gear Ratio， 传递到车轮的扭力也提升了12%，所以不只是美而已。在你肉眼看不到的地方，肉眼看不出的地方，都是从头到尾的 Aerodynamics。那首次出现在812 Competizione 的独立 4-wheel steering 系统，现在也更加的精准，反应更加的快，在低速的时候，前后轮会呈现反方向的状态，形成虚拟短轴距的状态，也就是 Ferrari 的 Virtual Short Wheelbase 3.0。首先来掀开它的 clamshell bonnet， 意大利文叫 Cofango。哇，非常壮观的6.5 力车 V12 自然进气引擎。那 Ferrari 采用了同样是这个 front mid engine 前中置引擎的 setup。那什么叫前中置？就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站在的这个位置，就是21寸的轮胎前轴，所以引擎是在前轴的后方，非常的靠近驾驶舱。而通常前置引擎都是在前轴的上方或者前轴的前方。所以这样子做的好处就是它能够让车子的前后比重分配更加的 balance。那用引擎来命名一直是 Ferrari 的传统，像599 GTB Fiorano 来自 5999cc，F12 Berlinetta 来自 Ferrari 12 cylinder， 812 Superfast 来自 800cv 12 cylinder， 所以 Dodici Cilindri 同样来自于它的红色心脏。那你看我现在在户外，就好像在 studio 里面打灯这样子，因为这个配色非常的好看，它叫 Giallo Monte Carlo， 不是传统的 Giallo Modena， 所以这个颜色它黄色、金色这样子，在这种阳光不同的色彩会照射出不同的样子。那说起 Dodici Cilindri 的这个车尾造型，我觉得它就更像是 Ferrari Roma， 就是新的设计语言，所以它不再有 Ferrari 的那一种圆形尾灯双圆尾灯。多元尾灯，它就是走的是这种长条形的，然后即便它的排气管用的这个 shape 都不是以前那一种 shape， 它这边这两块东西它就是一个 flap 来的，好像 Mickey Mouse 的耳朵这样子。当你的时速越快的时候，它就会升起去加强车子的这个下压力。这个 Active Spoiler 具有 Low Drag 和 High Downforce 两个设定，在60到300 km/h 会激活 High Downforce 的设定，在250 km/h 产生50公斤的下压力，那超过300 km/h 的时候又会回到 Low Drag 的设定。所以你觉得这个车子相较于 X12 Superfast， 你会比较 prefer 这种融合了复古、现代或者是以前那种传统、很暴力、很生气的 Ferrari？一般上我在介绍车子内饰的时候，我都会将引擎熄火，方便这个收音。But this is not the case。怎么可以不启动引擎？
Right, so 这个 Dodice Cilindri 呢，它的内饰座舱就延续了 Roma 到 Pro 上轨的这一种传统的 Hatchgate， 然后有多块萤幕组成，3块萤幕，一个就是 15.6 寸的电子仪表板，搭配这个 Magnetino 旋钮切换不同的驾驶模式。但跟 Pro 上轨不同的是 ，Pro 上轨把整个 Apple CarPlay 放在了这个仪表板里面。它就放出来一个 10.25 寸的中控台萤幕，可以让两边的人一起去使用。然后你的座椅按摩椅都在这边调整，还有 Burmester 音响。这边有一个副驾驶萤幕，可以给乘客去看 G4 车子的时速等等。这边就有 12 Cilindri，sorry 不可以叫12 Cilindri，Dodice Cilindri 的这个配置。然后我现在试驾的这个呢，它是用了这种绿色的皮革，加上黄色的缝线。当然，之前我每次介绍大家都 complain 这个haptic touch 有一点难用吧，现在他们已经加了这个纹路进去，让你在驾驶的时候能够更加 focus 的看着前面。因为回到最后 ，Ferrari 的 philosophy 就是 eyes on the road, hands on the steering wheel， 这些东西是配菜。Good morning, everyone！ 我现在人在 Luxembourg 卢森堡，就是在德国、比利时跟法国中间的一个内陆国家卢森堡。那今天上车开的这个就是最新的 Ferrari Dodice Cilindri 12 Cylinder， 就是812 Superfast 的继承车款。那现在我们就启动这个 6.5 L 的 V12 自然进气引擎。You feel it? Okay, so first gear, auto mode. Alright, let's go. 那这个主办单位已经事先帮我们设好了 Apple Map， 然后我们现在今天要进行一个长达200公里的公路试驾。那如您所见，现在我们在卢森堡的这一种 Country Road B Road， 这台车子会显得非常的 wide， 非常的大量。但 compared to 812 Superfast， 它已经将这个轴距缩短了20个 mm， 让它在开起来的时候，其实会 feel 到车子稍微短一点点，但没有这么短。那卢森堡的路相较于欧洲其他国家已经算是平坦了的，但毕竟小路还是会有偶尔会有这种被补过的路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 click Ferrari 的 bumpy button， 以前是独立的一个按钮，现在就是放在 Sport Mode 以上，你 click 一下，它就会进入所谓的 Soft Mode Soft Suspension。那因为812 Superfast 的继承车款12 Cilindri Dodice Cilindri 它一般上都是给大家作为一个长途行驶的 Ferrari。所谓的 Gran Turismo， 稍微加速。Oh my god！ 它用的同样是 6.5 L 的 V12 自然进气引擎。之前在812 Superfast 的时候，你要到3500个 RPM 起才能够 hit 到它 80% 的 torque。那现在 Ferrari 就将它调教成为只需要在2500个 RPM 起就能够去 hit 到 80% 的这个扭力。除了增加30匹 Dodice Cilindri 也用了新的 ACT-DCT 变速箱，换挡速度加快30%，但0到100同样是 2.9 秒，而扭力从718 Nm 降低到678 Nm。这是在 ATS 系统的辅助下，让驾驶者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扭力，而不只是在刷数据。加速。哇！因为这一次 Ferrari 就加入了一个新的技术，叫 ATS Aspirated Torque System， 也就是说他们在3号牙到4号牙 which is 我们经常会需要用到的这个档位3档到4档之间去给它 shaping， 它可能转速不是这么高，但是驾驶者可以感受到这种instant torque 的感觉。因为我们都知道，一般上以前自然进气引擎它们最弱的地方就是在于低转的时候扭力不足所以需要 single turbo， 需要 twin turbo， 现在可能有这个hybrid system 48伏的 mild hybrid system 或者 PHEV 去辅助它。可是这个 Dodice Cilindri 并没有这么做，所以我们现在驾的这辆车是零 electrify， 完全没有任何的电子助力电子在辅助它的这个 powertrain which 是非常非常难得的。相较于 Ferrari 其他的这一些 GTB 车型也就是后中置引擎的车款， Dodice Cilindri 它跟过去的 GT C4 Lusso T 还有 Pro 上轨一样，它们都是
就是一个 GT Gran Turismo， 所以 Gran Turismo 就是适合让 Ferrari 车主长途行驶1000公里、2000公里，尤其在欧洲道路这边，我是能够从意大利驾到来瑞士，驾去法国，驾去比利时，驾去荷兰，所以这种车子它又要兼顾 Ferrari 的这种红色血统，你知道吗？要很动力，要很暴力。Yup, but that's not me. 这位是 Ferrari 的御用 test driver。我们来到了位于卢森堡 Comarburg 的 Goodyear Circuit， 把 Dodici Cilindro elegant 外表下的 sportiness 全部释放出来。那毫无疑问的，从 Bio 2 Superfast 的 SSC 5.0、Bio 2 Competizione 的 SSC 7.0 进化到 SSC 8.0， 有更加精准的 6-way chassis dynamic sensor， 在雷达图的每一个边缘都比812更上一层楼。2圈，我们只有2圈的时间，在处处湿滑的赛道上我是非常的战战兢兢。2圈之后 ，Ferrari 安排了1圈 Hot Lap 在副驾驶座上，让我静静的欣赏 Test Driver 的各种游刃有余。那再来东道主 Goodyear 也在 Goodyear Circuit 安排了价值超过100万欧元的 Simulator 驾驶模拟器体验，让我们在 Fiorano 赛道上面去开着这个 Dodici Cilindri。可是它又要能够让我在这样子的路上面觉得零负担 ，effortless， 驾起来就像是一个，你知道吗？驾起来就像一个4segment轴距的车子这样子，你看。而且它在低转的时候，你可以注意到这个转速表啊，它是非常的 behave， 1000多 RPM， 1500 RPM， 你看，加速，Don't play way 哦，我驾过以前 Ferrari 的 V12 引擎啊，它那一种躁动感，那一种粗糙感是立竿见影，马上能够 feel 到那个车子很不安定的那种情绪。我在驾着这个 Dodici Cilindri 的时候，我能够 feel 到整台车子确实相比较上一代的 V12 前置引擎的车子它整个车子的刚性是提升了15%。当然15%就体现在于它的 NVH 隔音表现更加的好，它在过这种路的时候，整个你会 feel 到车子它更加的 solid。OK， 我们来看看它的 third gear。哇，你必须要去到6.5 litre V12 的这个 capacity 啊，你才能够做到这种 instant torque 的感觉，而且是有层次、有换挡节奏的。然后 shift， ADAS。你知道，通常在我自己的国家，我驾右驾版、右舵版的车子啊，我通常都会把这个 Lane Keep Assist 关闭的。但是我在欧洲啊，毕竟左驾不是我最擅长的这种驾驶位置，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就非常好的去提醒我，让我能够知道自己到底在马路的边缘了吗？然后 Shift。在我来卢森堡试驾 Dodici Cilindri 之前啊，我一直在想，哇，你看这个卢森堡这个国家，它不像德国这样子有很多的 Autobahn， 很多的高速公路，很大条的路，就这样子的路，我要怎样去体验这个 Dodici Cilindri， 一台这么大马力后轮驱动的这一台 Ferrari 啊。哇！结果 surprisingly， 我从我的这个饭店，我从我的酒店旅馆开出来到现在，我真的非常的享受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像昨天晚上我们在看这个回顾影片的时候，有看到 Enzo Ferrari 的创办人有说到啊，对他来讲 V12 对于 Ferrari 的意义就是一个 The Original Ferrari， 因为在1946-1947年第一台合法上路的 Ferrari 公路车搭载的就是1.5 litre 的 V12 引擎。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演变，这么多年的
进化 ，Ferrari 已经开枝散叶，从 V12自然进气到 VX Twin Turbo、V6 Twin Turbo、VX Twin Turbo。PHEV， 然后还有我们接下来会在2024年底或者2025年初看到的纯电动、纯电 Ferrari， 这个 V12永远都是 Ferrari 的经典。我们可以看到，从 Bio2 Superfast 到 Bio2 Competizione， 再到 Ferrari Monza SP1、SP2、SP3， 还有很多的 One-Off 车型 ，Ferrari 都尽可能的在延长 V12的寿命。那这个 Dodice Cilindri 呢，他们的 Target Volume 一年大概超过2000辆，所以2000辆对一年卖13000到14000辆的 Ferrari 来讲，算是一个非常重的比重。尤其在他们有这么多款车型之后，那我们也看到这一次 Ferrari 推出 Dodice Cilindri 的时候，也顺带的带来了这个Spider 车型，而不是像 Bio2 跟 Bio2 Spider 这样子有一个间隔这样子。驾着 Dodice Cilindri 在卢森堡北部的小路，就是比利时跟德国这边，哇，我觉得真的能够 appreciate， 能够去享受到 Ferrari 这个 6.5 litre V12 自然进气前置引擎后轮驱动的魅力。因为你看今时今日我们讲到那一些这个磅数的车子啊，通常都是4轮驱动或者是双马达的电动车，可是你将830个 horsepower 输往后轮，当你在起步加速的时候，那个 G-force 啊，哇 ，My God，12个气缸，然后 Ferrari 将它的这个最高转速去到从8900个 RPM 再上升到9500个 RPM， 差不多要碰到10000个 RPM 了。那我们现在在公路，我们现在在小路，我们没有办法去试到这个9250 RPM 达到830个 CV 的830个马力的这种澎湃的动力。我知道没有一个 Ferrari 的车主会在乎它的油耗表现，像它的 fuel tank 维持着92个 litre， 它是油耗表现就进步到 15.5 litre per 100 km， 也就是说在combine 的这个 fuel efficiency 那边，它1个 litre 可以行驶 6.45 公里，那之前的 Bio2 Superfast 是 6.2 公里左右。那每1公升能够行驶额外的里程，这个肯定绝对不是 Ferrari 车主们在乎 ，Ferrari 车主们在意的。但这个对于 Ferrari 对于欧盟的排放法规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他们不能够改善这个东西 ，V12 自然进气甚至不可能存在这个市场上，它已经是准备被淘汰，准备被替换掉了的一个引擎。所以 Ferrari 做了很多的东西，做了很多的这个过滤滤网去改善这个排放的废气，还有整个油耗表现等等。它怎么样能够让 Ferrari 的 V12 引擎继续的生存下去，继续的在这个市场上面能够通过各项的法规，像我们知道的这个 Euro 6E、China 6E， 还有美国的这个 Bin 50的排放法规。So yeah， 省油不是唯一的目的，而是一个过程，要让 V12 as long as possible， 让它能够在市场上面继续的生存，继续的活下来，这样子啦。Let's go。